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Alden，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通过 WiFi 平台来搭建免费的代理节点。首先打开它这个官方网站，你需要先注册一个账号，点击下面这个 Sign Up， 用户名可以随便填，然后邮箱你也可以随便填一个，因为它这里是没有验证这个邮箱的真实性的，但是你要记住你输入这个邮箱，然后输入一个密码，直接点注册就可以了。注册完成之后，它会直接进入到这个控制台页面，没有让你去验证这个邮箱的真实性的。首先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基本的信息，它分配了最多一个硬盘大小、内存大小以及 CPU 的一个使用率，然后服务器的一个数量，这里应该是最多能创建2个服务器吧。我们点开这个 server， 然后创建个 server， 名称这里可以随便填，然后这里选一个location， 这里目前的话只有一个 US， 就是一个美国节点的，然后选中这个节点，然后这里是容器的一个类型，这里选 Node.js， 然后分配的这个内存大小，我们就按照上面这里来填就可以了，选择200兆，然后硬盘也是按照上面这个最大值来填写，这里填1024， CPU 也是一样的 30%， 然后点击创建。创建成功之后，它下面就会多了一个一条记录，点击我们右边这里一个链接，把它点开就可以进入它那个控制台页面了。然后进入这个页面的话，你还需要去登录一下。登录成功之后，我们就可以进入它这个控制面板页面了，然后点击这个记录，点击这台机器的话，我们就可以进到这样一个页面。然后接下来我们打开一个仓库，这是一个开源的一个仓库来的，里面有一些代码，我们把它下载下来。然后解压一下，里面主要有3个文件，然后我们回到这个控制台页面，点击这个 Files， 然后上传文件，把刚才里面的这几个文件上传进去。上传成功之后，我们看一下它里面的一些代码。首先我们点开这个 index.js， 这个代码其实是很简单，其实它就是运行这个 start.sh 这个脚本的，所以我们关键还是看这个 start.sh 这个脚本。这段代码就是创建这个代理节点的，我们看一下这段代码。首先上面这里有2行注释掉的代码，这里是设置这个隧道的，如果你没有设置的话，它会使用这个临时隧道，但是如果你使用临时隧道的话，一旦这个容器重启的话，你这个代理节点就会发生变化了，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去设置一下的。然后这里下面就是一个哪吒参数的一个设置了，不需要可以把它删掉。最重要就是下面这里就是设置你代理节点一些信息了。首先你是设置 UID， 这里建议还是修改一下吧，获取一个 UID。然后下面第2个参数就是 WebSocket 一个地址了，一个 pad 地址。第3个参数就是设置这个Cloudflare 的一个 IP 的，它这里是一个默认是一个域名。如果你自己有优选的 IP， 你可以在这里直接填你这里优选后的一个 IP 也可以了，我这里就不修改了。然后下面这一段的话，这里应该是不需要的，把它删掉。然后这里是组装这个下载的一个命令的，然后最后的话，它其实就是下载这个二进制文件，它是从一个这个仓库里面去下载的，它这里应该是经过修改后的一个二进制文件的。然后基本上改完这些，基本上就够了。我这里给大家去演示一下怎么设置这个 Argo 这个临时隧道这个隧道的一个参数吧。
打开你的 Cloudflare 账号，点击这个 Zero Trust 这个页面，然后点击这个 Access， 然后下面有个 Tunnels， 在这里你可以创建自己一个隧道。这里名称的话，你可以自定义。创建完成之后，它就会生成一个token， 把它拷贝下来，然后把这2行代码注释给删掉，然后粘贴在这个 token 这个位置里面，把前面这部分删掉，然后 token 这样就设置好了。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页面，点开这个隧道这个页面，编辑我们刚才这个隧道。我们需要设置一下这个域名，添加个域名。这里的话我就随便填一个吧。然后选择你自己一个域名，这里地址可以不填，然后选择 HTTP。最重要是后面这个 URL 我们这里是必须要填 localhost， 然后8002端口。等一下我再告诉大家为什么。然后保存。保存之后我们就可以设置这里的把这个域名拷贝下来。看一下。然后回到这个页面，把这里的域名给替换了。替换之后我们就可以保存了。OK， 到现在为止我们就配置好了。然后我们回到这个控制台这里，启动这个容器。它这里会输出相关一些日志信息的。已经在运行这个 star.sh 这个脚本了。它这里也生成一些Node.js 相关一些文件。OK， 如果你是没有问题的话，它会打印一些节点一些配置信息的。我们把这个节点这个链接拷贝下来，需要把这里前面这个 relax 这个杠给删掉，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测试一下了。把这个节点添加到你的这个代理软件里面。OK， 它大概的一些信息就这样子。这个地址也是我们刚才说那个Cloudflare 的那个 IP、ID 以及这个它是通过 WebSocket 来设置的。OK， 我们把它启动一下，看一下能不能使用。OK， 页面已经进来了，然后查看一下 IP， 这里 IP 是23.137开头的，跟这里的信息是一致的，就代表我们这个节点是能正常使用的。然后简单的测一下网速吧。你看它这里是60秒进行一个检测的，如果你是服务被杀掉，它会自动是去重启的。这里网速的快慢的话，可能就要根据你这个
这里的咖啡的这个 IP 来定了。我这里是它能跑到30多兆左右。OK， 我们回到这里，刚才说到这里有个为什么要填这个地址呢？我们可以把它这个二进制文件下载下来看一下。因为它这个文件，它这个仓库这个二进制文件只有一个执行文件，并没有那个源码的。把它的下载地址复制下来，打开终端，接到服务器里面，然后把这个可执行文件下载下来，添加一个可执行权限，然后我们直接运行这个二进制文件。运行之后，我们可以查看一下监听的端口。可以看到它这里是监听的8001和8002端口的，所以我们这里必须要填这个端口，这里必须要填8002或者是8001。8001我是没有试过的。OK， 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